他每天都要吃豬飼料，飼料都過期发霉了，他卻吃得津津有味，邊吃還邊笑。屋裡還囤了好幾袋，就這樣吃了50年。渴了就在地上接水喝。剛見到工作人員時，他非常警惕地打量着，問他為什麼住在山裡，他卻什麼都不說，轉身迅速離開了。工作人員趕緊跟了上去，但跟不上他的步伐，很快就不見人影了，只好回到他的住所繼續等待。傍晚他再次回到住所，問他問題還是什麼都不說。山上的夜晚異常寒冷，他躺在石頭床上瑟瑟發抖，不停地說着莫名其妙的話。在工作人員的長期溝通下，他終於想起了自己的名字。那這下好辦了，節目組來到山下村莊，想了解更多關於他的信息。村民聽到他的名字後都很震驚，說他失蹤了50年，還以為他早就死了。通過一番打聽，節目組找到了他表哥，隨後表哥也來到山上。見到表哥後，他突然跪了下來，表哥邀請他和自己一起生活，但他卻直接拒絕了。那他為什麼要堅持住在山上呢？真的是奇怪。工作人員在旁邊搭起了帳篷，決定和他同吃同住，與他進行更深入的交流，讓他慢慢打開心扉。幾天過去了，他變得開朗了很多，還主動給工作人員遞上食物。他終於決定走出大山，接着呢也說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來在他小時候，父母就離婚了，他只能和外婆相依為命。不幸的是，外婆不久後也去世了，他傷心欲絕，獨自一人躲到了山上。這一躲就是50年，可能對他來說，山上這個寒冷狹窄的空間才是他唯一的庇護所。工作人員隨後帶他離開了大山，開始了新的生活。雖說大爺吃豬飼料很稀奇，但和下面大姐吃的東西比起來，簡直不值一提。他每天都要喝新鮮的冰紅茶，早上起來就要去廁所接一杯，從一天喝1杯，直到後來的一天5杯，已經持續喝了2年。他說每天吃的東西不一樣，紅茶的口感也不一樣，有時候鹹，有時候甜，有時候嘗起來還像香檳。最喜歡的還是上火的時候，焦黃的顏色讓他沉醉。最急的人是他女兒，怕他喝死了，而他自己卻說這是冰紅茶救了他的命。這又是為啥？現在的他反而變本加厲，覺得喝着不過癮了，直接把黃色液體當牙膏用，說刷完的牙變得更白了，甚至還把液體當眼霜和爽肤水，頭髮上也能抹一抹。洗澡時把液體加在浴缸裡，洗完容光煥發，還能用液體洗眼睛洗鼻子，據說能治療鼻炎。那他到底為啥要喝黃色液體呢？原來2年前他得了癌症，醫生說他還能活1年，於是他決定放棄化療，找到了這種治療癌症的偏方。他認為自己的做法很環保，可以循環利用，還推薦大家都試一下。但是我不建議大家模仿啊，這屬於偏方，沒有任何科學依據，大家千萬不要信。就連他女兒們也不信，勸他去醫院檢查一下，看看這黃色液體是否對癌症有效。如果真的有效，那以後就盡情喝，也不會再管你。他一聽也对啊，來到醫院一檢查，發現腫瘤擴散得更快了。很明顯，黃色液體一點作用都沒有，甚至還耽誤了病情。醫生建議立即手術切除腫瘤，最後在醫生的幫助下控制住了病情。有錢的可以喝冰紅茶，那沒錢的吃什麼呢？來看看下面這一位，他每天都來這家店白吃白喝，每次都吃同樣的食物，吃完就走，從來不付錢。然而店主卻根本不在意，想吃多少吃多少，還會給他打包一些帶走。第二天他再次出現，工作人員嘗試和他交流，他突然表現得很慌張，東西都不吃了，拿起麻袋就走。工作人員決定跟着他一探究竟，他丟下一句奇怪的話，背着麻袋走進了大山。工作人員趕緊跟了上去，問他麻袋裡裝的什麼，他還是一言不發，很快消失在了樹林中。那我們還是來問問店主是什麼情況吧。店主說5年前他開始來店裡吃飯，只點了3塊錢的炒年糕，看得出來他很窮。店主告訴他，如果餓了可以隨時來吃。沒想到第二天他真的來了。店主說自己也曾經經歷過低谷，身上1分錢沒有，覺得要幫助這些無家可歸的人。從那之後就一直給他提供免費食物，已經持續了6年，每年提供的食物也是個不小的開支。附近店鋪老板都不能理解他的做法。1年後，節目組想要做個回訪，發現店主搬家了，但還是會給流浪人员提供免費食物。家人都很支持他的做法。我覺得天使大概也就是这樣的吧。在社會福利社的幫助下，之前的流浪漢也住進了精神病院，一切都在慢慢變好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他把生牛肉當面膜，整張臉貼滿了新鮮牛肉，血水還不停地滴下來。用完的生牛肉也不浪費，直接吃掉。邊吃呢還邊笑，還說敷完後皮膚光滑有彈性。更誇張的是，敷完面膜後，他竟然用大骨湯洗臉，還必須用熬了12小時的牛骨湯。他說自己是乾性皮膚，骨湯裡有滿滿的膠原蛋白，對皮膚很好。最急的人是他妹妹，認為姐姐38歲的年紀看起來像18歲，容易引來非議。而且由於常年吃生肉，去醫院檢查後還發現身體竟發生了一個奇怪的變化，但他卻並不在意，反而變本加厲，讓記者也試一試牛肉面膜。從袋裡拿出新鮮牛肉，就往記者臉上塗，邊塗呢還邊問記者敢不敢動。記者嚇得直接不敢動。不一會兒，記者臉上都被敷滿了生肉，靜靜躺在沙發上感受效果。看到不停滲出來的血水，他卻忍不住流口水。敷完後直接扯下一塊塞進嘴裡，還說口感非常滑嫩爽口。他還推薦記者嘗一下。記者含着生肉遲遲不敢吃下去，他每天都要去買新鮮的生肉，檢查是否新鮮的方法就是直接生吃。店主露出了關懷智障的眼神，他卻並不在意別人的看法。確認新鮮後，直接買了一大袋，回家後簡單調個蘸料就可以開吃了。因為吃着也很費錢，他沒事就去餐廳打工，這樣還可以順便吃點餐桌上的剩肉。老板看到後也不敢說什麼，畢竟敢吃生肉也是個狠人。等發工之後，
後，他摇身一變又成了顧客，在自己的打工店繼續買生肉吃。雖然吃的是烤肉，但從來用不到烤盤。他這一天的工作收入才3萬塊，然而一頓就吃了8萬塊的生肉。這天他遇到了另一個喜歡吃生肉的人，兩人來到一肉店，開始了比拼。大媽拿起一片生豬肉，蘸點醬油就開造。大媽表示吃生肉還沒怕過誰，兩人很快就吃完了一盤豬肉。接下來兩人準備吃活魚，簡單處理一下，抱起來就啃，一口下去還會爆漿。不一會兒，整條魚只剩下了骨頭。兩人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，還約好以後要經常出來一起吃。但這樣生吃真的健康嗎？最後大家還是帶他來醫院檢查，結果在他腸道裡發現了一條長達1米的豬肉絛蟲。醫生及時為他進行了驅蟲，還告誡他為了健康千萬不要繼續生吃了。富二代每天吃過期發霉的食物，竟然是為了減肥。看到他們之前的照片我都驚呆了，放了半個月的米飯已經發霉變質成了一坨，這個時候吃呢味道剛剛好，加點發酸的靈魂配菜，那小味一下就上來了。再來上幾勺發霉的番茄醬，增加口感。臭豆腐汁也得來點，最後再加上過期的酸奶，使劲攪拌均匀，一份元素周期拌飯就做好了。那味道简直比下水道還誇張，怎麼說呢？劉墉都吃不下去，兩人卻吃得津津有味，邊吃呢還邊笑，說味道還差點。這還沒完，飯後水果更誇張，外皮發黑腐爛的香蕉成了首選，表皮已經滲出了粘稠的汁液，對他們來說這種成熟度剛剛好，說吃起來像巧克力。吃完香蕉呢還不過癮，接着拿出了發霉的橘子，還說女朋友最愛吃發霉的部分，說着就開始撒狗糧。據說兩人就是翻垃圾桶時認識的，工作人員對他們的食物和馬桶分別採樣檢測，結果他們吃的食物比馬桶還髒，細菌含量是馬桶的幾10倍，他們呢卻毫不在意。但節目組實在看不下去了，給他們準備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飯菜，他們聞了一下卻連連搖頭，鼓起勇氣嘗了嘗，直接跑出去吐了。他們說吃變質的食物主要是為了減肥，因為這樣更容易催吐。他就是用這種方法從200斤減到了現在的128斤，女朋友也從140斤減到了90斤，聽起來簡直匪夷所思。節目組帶他們來醫院，通過內窺鏡檢查後發現他們都患有嚴重的胃潰瘍，如果繼續吃的話很可能會發生癌變甚至死亡，就算華佗在世也救不了你。用這種方式減肥是不可取的，減肥你可以跳一下本草綱目嘛。這種蜂蜜1斤就要5000元，有錢的還不一定能買到，吃上幾口就會醉得不省人事。然而呢，摄像小哥根本不信，淺嘗了幾口，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將是生不如死。在尼泊爾的大山中生活着一個專門採蜜的古龍部落，他們呢與世隔絕，當地的老人都很長壽，據說呢就是因為長期吃這種蜂蜜。又到了1年1度的採蜜季節，他們帶上要用的繩索就出發了。經過半天的長途跋涉，來到大山深處的懸崖，懸崖上一塊碩大的蜂巢吸引了他們的注意。他們到現在還延續着古老的採蜜傳統，採蜜前還要做個儀式，獻祭一隻公雞，以表示對大山的敬畏之心，順便呢祈禱平安。儀式完成後，現場制作梯子，把木棍插在用竹子編織的繩索中，然後呢加以固定，就這樣做成了天梯。接着呢在梯子上澆水，避免採蜜時被燒壞。一切準備妥當，他們就來到了懸崖頂部，開始放置天梯。採蜜之前點燃了火堆，用煙霧驅趕蜜蜂。儘管有煙霧，蜜蜂仍然咄咄逼人。這裡的蜜蜂體型很大，被他們叮咬會比普通蜜蜂嚴重。其中呢一個同伴穿着短褲，在沒有任何防護的情況下爬上了天梯，一步步接近蜂巢。他持續用煙霧驅趕着蜜蜂，等蜜蜂走得差不多了，開始了採蜜環節。用工具切掉蜂巢，蜂巢掉落到下方的竹籃中，等收集到滿滿一竹籃，團隊成員就會把竹籃拉上去。他們的配合可以說是天衣無縫，看得出來今天是豐收的一天。現在呢他們開始過濾雜質，手動擠壓蜂巢，經過竹籃的過濾就可以得到純淨蜂蜜。節目組呢已經迫不及待想要品嘗一下，村民警告一次不能超過3勺，否則呢又會產生幻覺。然而攝像小哥沒在意，直接吃了一大塊，吃完呢還忍不住舔手指，說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。村民聽到這話微微一笑。完成了採集，他們收起天梯啟程回家，臨走前還會故意留下幾塊蜂巢給山裡的動物，以此呢來感謝大山的饋贈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小哥就開始出現了幻覺，醉倒在路邊，接着呢還吐了起來。他終於體會到了蜂蜜的威力，這時呢他突然開始抽搐，緊接着就不省人事了。村民呢卻並不擔心，他們已經見怪不怪了。休息片刻後，小哥終於恢復了意識，但還是不能走路，村民呢也只好背着他。蜂蜜之所以有這種效果，是因為山中有大量的杜鹃花，花粉中含有一種毒素，蜜蜂用這種花粉釀造的蜂蜜也自然含有了這種毒素，所以呢吃完就会產生幻覺。當地人一般會在蜂蜜中加入特殊的草藥來分解毒素，沉澱一段時間後才能正常食用。來到第2天，攝像小哥看起來好了很多，說現在腦袋還是暈暈的，所以這種置換蜂蜜你敢嘗試一下嗎？大姐是吃鯡魚罐頭長大的，什麼臭她就吃什麼，對，所以工作起來很輕鬆，自己也很喜歡這份工作，把缺陷變成優勢。大姐還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。但是要說吃的奇葩，下面這個小伙表示不服。
他抓起一把沙子塞進嘴裡，嘎嘣嘎嘣的吃了起來。周圍人的表情說明了一切，他卻說沙子比糖還要甜，還讓旁邊的大叔嘗一嘗。大叔露出了關懷智障的眼神。又到飯點了，他從袋子裡掏出2把沙子，這就是他今天的主食。接着大口大口的吃了起來，那是乾淨又衛生啊！吃完還張嘴讓節目組檢查了一下，是沙子沒錯了。他沒事就去工地吃自助餐，工地上的沙子新鮮可口，品類多，量還大。來到工地先試吃一下，這個比昨天的甜。哎呦，這邊又上新品了，白沙還真沒吃過，一口下去，還有海鮮味。他的經驗是紅沙比較甜，白沙比較鹹，不好吃。在此呢，感謝小哥的分享，讓我們知道了白沙不好吃。他說自己五行缺土，累了困了就要吃沙子，沙子能為自己提供能量，所以每當工作累了，他第一時間不是休息，而是找出隨身攜帶的沙子，舀上一勺直接開灶，只要吃上一口，整個人都精神了。然而他開始吃沙子的原因卻很讓人心痛。原來他小時候家裡很窮，3天都吃不上1頓飯，餓得受不了了，就想着吃沙子來緩解飢餓。這一次不要緊，他打開了味覺新世界，竟然愛上了這種味道。但是大家不要模仿，我替大家嘗了，一點都不甜，比屎還難吃。最後我有個疑問，吃進去的是沙子，那拉出來的是混凝土嗎？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赏。奶奶吃飯前要先擠1勺洗潔精，接着放進魚湯裡，攪拌攪拌，直接喝了起來。記者聞了一下，滿滿的肥皂味，奶奶卻吃得非常香。這還沒完，喝完湯，奶奶又拿着一片白菜葉來到廚房，對着洗潔精連按了3次，小心翼翼把洗潔精包起來，直接塞進了嘴裡。大家非常不解，為啥要吃洗潔精呢？奶奶說自己不能吃肉之類的高脂肪食物，如果要吃的話，必須提前吃點洗潔精，讓它在胃裡中和一下油脂。不得不說，這想法非常腦血栓啊。飯後，奶奶給大家講了自己年輕時候的事，大家終於懂了奶奶為啥這麼做。奶奶說年輕的時候窮啊，工作又累又苦，得了胃病也沒錢去醫院，偶然的一次不小心吃下了半瓶洗潔精，她覺得自己肯定活不了了，聽天由命吧。沒想到啊，這下不僅沒死，胃還不疼了，於是從那開始就一直吃。大家帶她來醫院檢查，醫生都覺得不可思議，胃裡竟然沒事，不過還是得戒掉洗潔精，如果胃痛的話可以吃藥緩解。奶奶也答應以後不會再吃。2周後，節目組做了個回訪，發現奶奶還在吃洗潔精，大家又給奶奶科普了一番，要相信科學。1個月後，節目組再次回訪，這次奶奶終於戒掉了洗潔精，只不過吃藥又吃上癮了，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。母親把11歲女兒當豬餵，每天強制餵食30碗米飯，如果反抗就會被母親綁起來，甚至還在食物裡加不明液體。記者看到大吃一驚，母親卻說這東西對女兒好。在採訪過程中，記者還發現了更驚人的事，這裡呢大部分地區都很窮，女孩基本在15歲之前就結婚了，女兒盡快出嫁意味着少一張嘴來養活，而且呢當地以胖為美，只有胖女孩才能嫁出去。雖然這個女孩才11歲，連她都覺得自己就應該快速長胖，趕緊嫁出去，這才是對家庭做貢獻。母親會專門搭建一個帳篷，用來圈養女孩。他們的口號是管住腿，張開嘴，目的就是長膘。她現在體重78斤，餵養結束後要達到160斤才算合格。整個過程一般需要持續好幾個月。第2天早上餵養開始，先喝1盆加糖的駱駝奶，再吃摻上黃油的玉米糊。女孩需要2個小時內把所有食物吃掉，大約攝入3000卡路里，相當於10碗米飯的熱量。這僅僅只是早餐。記者帶來了一些雜誌，讓他們了解其他國家美的標準。女孩看到苗條的模特都覺得不好看，說女人應該有肚子才好看。這裡的女人堅持認為男人喜歡胖的。記者找到當地男人求證，男人說妻子越胖，在自己心中的地位越高。接着呢，男人還對記者的身材評論了一番，說記者只是徒有虛表，身材呢不太行。很快到了午餐時間，這頓飯他們需要再攝入4000卡路里，再加上晚餐，他們就要吃夠9000卡路里，這相當於30碗米飯的熱量。記者決定親自體驗一下，和女兒吃一樣的早餐。記者作為成年人，吃了1/3就吃不下了，只能出去散步消食。記者回來後，接着又到了吃午飯的時間，1頓卡路里大餐再次安排上。在採訪過程中，記者還發現了更誇張的事，在另一個增肥營裡面被餵養的女孩大多都在10歲以下，在這裡用牛奶和燕麥餵養，目的是來撐大女孩的胃，為之後的餵養做準備。女孩在監視下必須要吃完，有的女孩邊吃邊吐，還有個女孩肚子脹得厲害，母親呢卻並不在意，說這是正常的。母親甚至會在食物裡添加增肥的藥物，吃了讓人昏昏欲睡，能有效減少活動，對增肥很有效果。記者看了下藥品說明，大吃一驚，這分明就是違禁品，根本就不靠譜。為了了解增肥藥，記者假扮成當地人來到市場，儘管是違禁藥品，市場上呢卻隨處可見。據了解，這種藥確實有增重的效果，但副作用同樣嚴重，吃死人的例子也不在少數。但即使這樣，也不能阻止女孩繼續服用。在以胖為美的毛里塔尼亞，為了滿足這種病態的審美，女孩沒有選擇的權利，屬實悲哀。
這對情侶為了減肥，每天吃過期發霉的食物，對他們吃的泡麵和馬桶分別採樣檢測，結果泡麵比馬桶還髒，細菌含量是馬桶的幾10倍，他們卻毫不在意。放了半個月的米飯已經發霉變質成了一坨，這個時候吃味道剛剛好，加點發酸的靈魂配菜，那小味一下就上來了。再來上幾勺發霉的番茄醬增加口感，臭豆腐汁也得來點，最後加上過期的酸奶，使勁攪拌均勻，一份元素周期拌飯就做好了。那味道簡直比下水道還誇張，兩人卻吃得津津有味，邊吃還邊笑，說味道還差點。這還沒完，飯後水果更誇張，外皮發黑腐爛的香蕉成了首選，表皮已經滲出了粘稠汁液，對他們來說這種成熟度剛剛好，說吃起來像巧克力。吃完香蕉還不過癮，接着拿出了發霉的橘子，說女朋友最愛吃發霉的部分，說着就開始撒狗糧。節目組看不下去了，給他們準備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飯菜，他們只是聞了一下就连连摇頭。他們說吃變質的食物主要是為了減肥，因為這樣更容易催吐。他就是用這種方法從200斤減到現在的128斤，女朋友也是從140斤減到了90斤，聽起來簡直匪夷所思。大家帶他們來醫院，通過內窺鏡檢查後發現，他們都患有嚴重的胃潰瘍，如果繼續吃的話，很可能會發生癌變，所以用這種方式減肥是不可取的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這個大爺30年吃了40萬顆糖，這絕對是你見過最愛吃糖的大爺。只見他夾起一片泡菜，兩面都蘸上白糖，接着塞進了嘴裡，荷包蛋上也要來上滿滿1勺白糖，就連吃炸醬面他都要加入1包白糖，攪拌攪拌就開始享用美食了。這種神仙吃法震撼周圍人一整年。他見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，這是他認為最熱情的方式。他嘴裡隨時隨地都含着糖果，一天就要吃60顆糖，口袋裡也裝滿了糖，除了睡覺基本上都在吃糖。又到飯點了，大爺打開糖罐子，把滿滿1勺白糖加在米飯裡，做了個白糖拌飯，這個我覺得還是能接受的，我小時候就是這樣吃米飯的。然而接下來的操作就比較奇葩了，他夾起一片泡菜，蘸上1點白糖，接着就送進了嘴裡。這還沒完，荷包蛋上也要來上滿滿1勺白糖，這個我就接受不了了。飯後大爺還得來1杯糖水消消食，然後1勺、2勺、8勺，他一共加了9勺白糖，倒上一點點水，攪拌一下，一飲而盡。就這種喝法，他每天都要喝5杯，算下來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，還有400塊糖果，這屬實已經在人體承受範圍之外了。這樣吃糖牙齒能受得了嗎？大爺輕蔑一笑，說開什麼玩笑，我沒有牙，我10年前就用上假牙了，反正不是自己的牙，想怎麼吃就怎麼吃，嘿嘿。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吃糖的？原來30年前他的身體出現了問題，不得不戒掉了菸酒，於是找到了糖果作為替代品。好消息是他的身體慢慢恢復了健康，壞消息是他得了不吃糖就難受的病。說起來也是搞笑，大爺雖然吃了大量的糖，但得糖尿病的卻是他從不吃糖的妻子。大爺每天都會鍛鍊1小時，他認為自己的身體很好，但是他真的健康嗎？節目組帶他來到醫院，一番檢查過後，醫生說雖然你暫時沒有糖尿病，但是你有高血壓，還是建議趕快戒掉糖，這樣才能保持健康。最後大爺表示，為了健康自己會盡量少吃糖的。老爺子這種情況算比較好的了，下面這個男人就比較嚴重了。這個男人從出生就喝可樂，33年滴水未進。只見他打開一瓶1.5升的汽水，不到5秒鐘，瓶子就見了底。吃飯的時候，他先倒上了3碗不同顏色的汽水，這幾碗汽水就是他的主食，那一點點米飯只是他的配菜而已。吃一口米飯就要喝1碗汽水，他一天要喝3瓶1.5升的汽水，已經連續喝了33年，瓶子連起來都可以繞操場30多圈。隨之而來的就是不斷上升的體重。不僅如此，他的牙齒也被汽水腐蝕壞了，還得了關節炎。為此他不得不每天吃藥，一把藥物塞進嘴裡。接着就奇葩了，他竟然用汽水送服。他為什麼不喝水呢？他卻說聽到這種回答，節目組覺得很搞笑，怎麼可能呢？每個人都可以喝水啊。為了解答疑惑，他決定現場演示，一口礦泉水下肚，緊接着而且他頭上也滲出了汗珠，看起來好像是真的不能喝水。他說只要喝水肚子就會痛，真是奇了怪了。原來他小時候得過一場重病，做完手術後母親給他準備了很多食物，但他自己什麼都吃不下，只能喝一點汽水。從那以後就開始喝汽水了。母親起初對兒子很心疼，於是放任他不停地喝汽水。沒想到連喝可樂，身體會發生什麼變化。大爺一口氣就喝完了1.5升的可樂，但他卻說自己喝的並不多。然而轉身又幹完了一瓶可樂，老伴也無法阻止大爺。他每天都要喝6瓶1.5升的可樂，工作時也要隨身帶着1瓶，工作累了就要打開可樂，隨時隨地補充能量。到飯點了，自然也少不了可樂。米飯裡倒上半碗可樂，攪拌攪拌，就做成了一份可樂撈飯，先喝湯後吃飯。你別說，我感覺這樣好像還不錯的樣子。醫生表示他患有骨質疏鬆症，而且大爺已經70多歲了，如果不想開席的話，就要停止喝可樂。大爺輕蔑一笑，聽完醫生的話轉身就走了。他還說看得出來大爺對可樂是真愛啊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他每天買菜卻從來不吃，一到家就拿出了電鑽，開始給蔬菜鑽孔，把胡蘿蔔內部掏空後，又拿出刻刀在表面打孔，每一步都非常小心，搞得像是在做外科手術一樣，一點點調整孔洞大小，
這到底是在幹嘛嗎？他也不解釋，拿起做好的胡蘿蔔吹了起來。這真的還是胡蘿蔔嗎？大家決定升級挑戰，拿來了西瓜、雞蛋和大蔥。小哥輕蔑一笑，手起刀落間就把3樣食材變成了樂器。不僅如此，什麼山药、西葫蘆、土豆、西蘭花都能被他吹出花来。虽然做樂器難不倒他，但現在有個問題，就是樂器的保鮮時間太短了，一旦蔫了，音色就不纯正了，只能打成蔬菜汁喝掉。為此每天要不停買菜，買回来就要套上保鮮膜放冰箱，来保持蔬菜的新鮮度。现在他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，上班都要帶着一袋新鮮洋蔥，用一把美工刀就把洋蔥變成了樂器，把同事看得讚嘆不已。接着全身塗抹起來，大腿上也不能少，還能順便當洗面奶用。不是啊，薄荷味牙膏涂在臉上真的不會痛嗎？全身塗抹完畢，還得來個日光浴，促進吸收。大叔被烤到3分熟後，他又擠了半管牙膏當洗头膏用。哎，你別說，泡沫還挺豐富的，絕對的無硅油配方，就是不知道會不會刺腦。就這樣，大叔洗一次澡就用光了3支牙膏。按照節目流程，他被帶到醫院做檢查，醫生表示牙膏中的化學成分已經嚴重損傷了他的喉嚨，而且他的皮膚也出現了一些不好的症狀。醫生建議必須盡快停止使用牙膏。那大叔會聽從醫生的建議嗎？只見大叔轉身來到廁所，直接把隨身攜帶的牙膏水倒掉了。大叔表示，為了身體健康，以後不會再吃牙膏了。同樣對於一種食物過度偏愛的還有下面這個男人，他夾了一塊生魚片，在上面放上滿滿一勺芥末，然後整個吃了下去。他竟然沒有絲毫反應，這該不會是假的芥末吧？朋友決定嘗試一下，然後他就一杯殼打進杯拉完絲。另一個朋友講話了，開玩笑，哪有這麼誇張？我就很能吃芥末，這也沒什麼呀。一杯殼打進杯拉完絲。說話間，他又吞了好幾勺，盡量少吃芥末。然而下面這個男人看了上面2人後講話了，你們能不能和我一樣吃點正常人吃的東西啊？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包白色粉末，接着往菜上來1勺，米飯上加1勺，這一勺勺白色的粉末正是味精。周圍人都看呆了，他卻說味精是世界上最得力瀉絲的。又到飯點了，1勺、2勺、3勺，湯裡最少要加3勺味精，米飯也要來2勺，那小味兒滋一下就上來了。他吃得津津有味，酒足飯飽喝點水，是的，水裡也要加他每天都要吃15勺。帶到醫院做檢查，醫生說他有嚴重的胃病，由於味精的大量攝入也導致了糖尿病，所以他必須馬上停止吃味精。大叔最後也明白了，味精帶給他的只是一種心理安慰，並不能改善他的病情。他決定以後會慢慢戒掉味精。那最後就祝大叔早日康復吧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她是吳亦凡最怕見到的女人，因為她最喜歡吃的就是牙籤。只見她一根根往嘴裡塞牙籤，打牌的時候就當成零食吃。到了吃飯的時候，她先擺上了3盒牙籤，一口米飯就着1根牙籤，吃得津津有味。你以為米飯是主食，其實牙籤才是她的主食。該說不說，這牙籤能好吃嗎？好吃，特別好吃，比肉都香。她每天都要吃3盒牙籤，一盒牙籤有500根，那麼一天就要吃掉1800根牙籤，這也太誇張了吧！丈夫也試圖阻止她，但她根本不聽，你說你的，我吃我的。現在大姐變得越來越離譜，這不吃着飯就把筷子給照了。大姐說筷子比牙籤大，吃着有嚼勁，口感也好。丈夫看不下去了，給大姐切了點水果，沒想到啊，大姐直接把水果放在了一邊，對着托盤口水直流，直接讓丈夫把托盤劈了給她吃。我感覺大姐就是被丈夫寵壞了，這玩意兒能吃嗎？這個時候絕對不能再慣着她了。靠，當我沒說。看來只要是木製品，大家都想嘗試一下。她邊吃邊發表看法，說托盤沒有牙籤好吃。那麼她是什麼時候愛上牙籤的呢？原來大姐之前患有嚴重的胃潰瘍，有一次當她意外吃掉牙籤時，她的病竟然好了。從那以後，只要胃疼就會吃牙籤，慢慢的就上癮了，寧可不吃飯也要吃牙籤。但是大姐的身體真的健康嗎？胃腸啊，有什麼胃鏡啊都透了，沒有關係。沒有問題的，有問題我不讓他吃了。大姐無時無刻都在吃，就連床頭櫃上都放滿了她的零食，2盒牙籤，一堆一次性筷子，躺在床上吃，逛街也吃。她甚至連扇子都想嘗一嘗。節目組還貼心的給大姐帶來了一些木質碗筷，大姐也不客氣，拿起來直接開照。那味道如何呢？大姐說上面刷油漆了，不好吃。大姐又嘗了一下竹簾，也不喜歡。她說竹子有酸味。目前來說最喜歡的就是楊木做的牙籤。於是節目組又送給她好幾盒楊木牙籤。假如真的對身體沒有任何傷害的話，開心快樂最重要。不得不說大姐的牙口真好，但是要說牙口好，下面這個男人表示不服。他拿起酒杯嘎嘣一口，直接咬下一塊，接着嘎嘣嘎嘣的吃了起來。周圍人的表情無濟於事。玻璃碴子能好吃嗎？這個嚼一口非常香。
啊。节目組檢查了一下他的牙，要吃多少玻璃碴子呢？2個啤酒杯。按照節目流程，他被帶到了醫院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大叔每天都要生吃泥鰍，從一天吃幾根，直到後來的一天一盆，說這樣做完全是為了保命。只見他抓起一隻，不假思索直接吸了下去，一隻不過癮，接着又吞了一隻，怕別人跟他搶，就把盆裡泥鰍都裝了起來，邊走邊吃。Q 彈的口感讓他流連忘返，吃飯也要先拿泥鰍開胃。母親很擔心他，特意為他煮了一鍋香辣泥鰍湯，他連看都沒看。他認為高端食材只需要最樸素的烹飪方式，生吃才是最好的。母親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因為他知道兒子吃泥鰍是為了救命。此話怎講？原來是大叔腸胃不好，為此還做過5次手術，吃過很多藥都沒什麼效果。偶然的一次，在一本古書上看到泥鰍能緩解胃痛，抱着試一試的態度，當場生吃了一隻，結果胃裡一下就舒服了很多。就這樣一吃就是10年。現在的問題就是泥鰍完全不夠吃，沒事就要去田裡挖泥鰍，沒一會就挖了一盆，稍微清洗下，抓起來就吸進了嘴裡，那是乾淨又衛生啊。醫院也去過了，胃病還真就好了，身體也沒有其他問題。但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，容易感染寄生蟲。如果非要吃的話，建議只能中午吃。他吃冰淇淋要加辣椒醬，一口下去冰火2重天，還說口感很像奧利給。咖啡裡也要加入半瓶辣椒醬，攪拌一下一飲而盡。他說餐廳的辣椒一點都不辣，會隨身帶着一瓶秘製辣椒醬。吃炸醬麵要先來上1勺免費辣椒，再加入自己秘製辣椒。好家伙，直接成了辣椒拌飯。旁邊大哥聞了一下就辣到咳嗽，吃完呢接着喝點水，水裡也要擠入辣椒醬。更奇葩的是，喝感冒藥也要加辣椒醬，還說這樣容易出汗，好得快。剩下的一點藥湯裡再加上米飯，這樣更有食慾了。感冒好了就要吃燒烤，喝啤酒那自然少不了辣椒醬，喝這麼一杯頂過去2杯。不僅如此啊，連他7歲的兒子都酷愛辣椒醬，米飯必須拌辣椒才能吃，連黃桃罐頭都要蘸辣椒。剛開始工作人員還以為是番茄醬，嘗了一口，厲害厲害，和他爸爸一樣，他喝水也只喝辣椒水。不僅是辣椒，各種各樣的芥末也是他的最愛，如果不給吃他就會哭。那他們真的健康嗎？經過檢查，醫生發現父親患有嚴重的胃潰瘍，兒子很幸運，暫時沒發現問題，但醫生還是建議少吃，畢竟正在長身體，要多吃有營養的東西。如果吃辣有段位，下面這位大媽也屬於王者級別。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。仔細看，她的肚子可以瞬間變大3倍，疼痛隨之而來。她每天都要經歷好幾次類似生孩子的痛苦。大姐的肚子在變大之前沒有任何徵兆，剛剛還在晾衣服，突然感覺不對勁，在丈夫的幫助下躺了下來，肚子也在肉眼可見的變大，而且變得硬邦邦的。丈夫能做的只有幫她按摩一下，除此之外無能為力，只能眼看着大姐疼痛不止。經過幾分鐘的陣痛，肚子又慢慢恢復到了正常大小。可大姐還沒緩過氣來，肚子又在短短幾秒鐘之內變大，她又要經歷一次分娩的痛苦。丈夫說這樣的過程每天都要經歷6次以上。大姐平時的腰圍是77厘米，肚子變大後腰圍就成了91厘米，整整大了11厘米。然而令大姐更絕望的是，醫院根本查不出肚子變大的原因，他們甚至去了婦產科，可是醫生卻說她很健康，但是肚子變大已經嚴重影響到了生活。大姐剛在市場買完菜，回家的途中肚子變大說來就來，完全不分場合。節目組脫下外套幫大姐躺下，大姐的叫聲引來路人圍觀，路人看到這一幕也是懵的一逼。丈夫很快趕到，不停地幫大姐按摩肚子，經過長時間的折磨，肚子終於恢復了平靜。大姐精疲力盡地吐出一句話：回到家，丈夫很是心痛，看着痛苦的妻子，自己卻什麼都做不了。節目組抱着一絲希望，帶着大姐再次來到醫院。一番檢查下來，醫生對此也感到很震驚。大姐的肚子變大時，大腸也隨之擴大了10倍。生理上沒問題，那8成就是心理問題。節目組又找到心理醫生溝通下來才知道，原來大姐的前夫有家暴，這給大姐帶來嚴重的身心傷害。她把一切痛苦都藏在心裡，長期的壓抑無處釋放。和現在丈夫在一起後，生活恢復了平靜，大姐心理上的壓力在慢慢釋放，才會以肚子變大的形式體現出來。丈夫聽後很自責，認為自己沒有和妻子好好交流過，不知道妻子承受了這麼多委屈。他決定以後給大姐更多的陪伴，讓大姐釋放壓力。最後還對大姐來了個深情告白。和大姐一樣，下面這個女人的肚子也很神奇，她懷孕3天就要生了，但是她卻什麼都不知道。3天前，她因為胃痛來醫院檢查，沒成想卻檢測出了嬰兒的心跳聲。醫生說：“你這不是胃病，你要去婦產科啊，你這是懷孕要生了。”大姐聽到這個消息震驚了，這什麼情況？護士也震驚了。比大姐還震驚的是她丈夫，由於工作原因，大姐和丈夫已經分居7個月了。現在你說你懷孕要生了，所以當然是原諒她了。醫生說，其實大姐也是懷胎10個月了，只是她不知道而已。那大姐為什麼連自己懷孕都不知道？
鄰居也說根本看不出她懷孕，都以為她又胖了而已。為此，大姐還跑去做了減肥按摩，就是專門按肚子的那種。該說不說，你例假總該停了吧？大姐卻說自己例假一直不規律，一直沒來例假，也沒在意，這得有多不在意啊？由於一直以為是胃病，她還買了很多治胃病的藥。現在大姐非常自責，只希望孩子能平平安安的出生。不過還好，最終大姐順利生產。不得不說，孩子有個這樣的媽，還能活下來，真的是個奇蹟。這應該就是傳說中那個萬中無一的練武奇才吧？看着平平安安的母子，下面這位大姐張着嘴表示羨慕。她一天24小時都要張着嘴巴，一旦閉上嘴就會不停的打嗝，即使憋氣憋到窒息都沒有用，根本停不下來。丈夫說她這樣已經3個月了，正常人每天都會打嗝20次，但是大姐1分鐘就要打20次，連續的打嗝讓她嘔吐不止，嚴重時還會吐膽汁，就連吃飯都沒辦法正常吞咽，剛吃2口就要去廁所吐掉，晚上也沒辦法安心睡覺。奇怪的是，她之前是一名排球運動員，身體非常健康，大姐也去過很多醫院，但是都沒有查出任何毛病，醫生都以為大姐在開玩笑。沒辦法，大姐只能嘗試每天吃消化藥，但是沒有任何改善。節目組抱着一絲希望，帶大姐再次來到醫院，進行了更徹底的檢查。還是和之前一樣的結果，但是大姐的痛苦還在持續。之後，節目組又帶大姐去看了中醫，大夫先對大姐進行把脈，一番望聞問切後，對大姐進行紅外線照射。就這樣操作下來，奇蹟發生了，大姐停止了打嗝。大夫說她這應該是焦慮症，是壓力過大導致的，由於沒有及時釋放壓力，就慢慢形成了心理疾病。這時大姐也緩緩說出了自己的故事，由於疫情原因無法工作，只能一直吃老本，而且理財投資也虧得一毛不剩，一氣之下焦慮湧上心頭。剛開始只是心率過快，慢慢就變成了不停打嗝，最後在中醫的幫助下，她終於恢復了正常，不再打嗝。看來還是中醫牛啊！好了，我是岳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每到深夜，他家卧室的床頭就會傳來一種詭異的聲音，仔細聽。把床移開後沒有任何發現，但是詭異的聲音仍然存在。主人說聲音主要有2種模式，有時候是噠噠噠噠，有時候是給給給。我記得只有德爺才會發出給給給的怪叫啊，難不成裡面住了個德爺？有時候主人拍一下床頭，聲音就會停止，主人認為裡面住了個生物，而且剛買床的時候並沒有任何聲音，聲音是在2年後開始出現的。為此節目組找到了聲音分析專家，專家分析後認為這應該是某種生物移動時產生的聲音。節目組還找來了專業的木工，木工說真的是奇怪，我沒有聽過這種聲音，這不像是木頭能發出來的。所以床頭真的有某種生物嗎？說再多也沒用，直接拆開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但是床頭裡面空空如也，沒有發現任何生物。節目組決定繼續拆解床頭，隨後把拆解的床頭送到醫院做核磁共振。醫生發現木板裡面有一個白色物體，經過反覆實驗觀察後，醫生確定這就是一隻3厘米長的蟲子，而且還發現了蟲子吃木頭的痕跡。節目組鋸開木頭後，果然發現了一隻白白胖胖的蟲子。不一會兒又找到一隻，你別說，看着還挺可愛的，烤着吃一定很香。昆虫專家說，木頭被做成床之前，蟲卵就已經存在了。之所以2年後開始出現聲音，是因為當时環境溫度比較適宜，蟲卵就孵化了，孵化後就開始吃木頭，詭異的聲音也就出現了。至於主人說的2種聲音模式，是他吃木頭時的不同狀態而已。至此真相大白，我覺得商家還是挺良心的，起碼用的真的是實木材料。同樣遭遇怪異事件的還有下面這位小姐姐，她家的電視總會無緣無故的自動打開，出門前關閉電視，回來就看到電視早已打開，尤其是在3更半夜，自己睡着覺就會被電視吵醒，客廳卻一個人沒有，想想都覺得可怕。主人說電視每天都會自動打開，而且沒有任何規律。第一次出現這種情況是在3年前，那天他正在廚房洗碗，突然就聽到了電視聲音。剛開始他也沒太在意，慢慢的這種情況越來越頻繁，他開始檢查電視的各種設置，並沒有設置自動開關機的時間。後來找售後換了一台電視，也還是會出現自動開機的情況。該不會是電視機自己想看電視吧？他當着節目組的面關閉了電視，沒一會兒電視就自動打開了，即使取出遙控器電池，電視還是會自動打開，這就很不科學了。走進科學節目組決定請教專家，專家說電視遙控器發出的信號是紅外線，家裡可能存在能發出相同紅外線的電器，才使得電視接收到信號就打開了。隨後專家對家裡所有電器展開探測，最後懷疑是電源插排，但是把插排斷電後還是檢測出了與電視遙控器相同的紅外線信號。专家又嘗試關閉无線路由器，緊接着紅外線信號就消失了，那說明問題就出在路由器上。但專家說並不是，路由器不會產生紅外線，罪魁禍首是路由器的充電器，充電器長時間的使用就會產生不必要的紅外線，如果恰巧和遙控器紅外線一樣的話，電視接收到信號就會打開。果然在拔掉充電器後，電視沒再出現自動打開的現象。至此真相大白，這就是一種巧合而已。上面2個都是家電家具問題，但是下面這位大媽家裡出現了不應該出現的東西。
他家裡平白無故的出現了一包牙齒，參差不齊，大約有20顆，看樣子像是小孩子的牙。牙齒是大媽在廚房整理櫥櫃時發現的，當時都嚇懵逼了。 죽은 사람 걸 어떻게 빼놓은 거 아닌가 엄청 기분이 나빴어요. 牙醫說這些都是小孩的乳牙，一個人平均就有20顆，看形狀分析應該是同一個人的。節目組把牙醫的分析結果告訴了他們。大叔講話了，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們根本就沒有孩子，牙齒為什麼會出現在自己家裡？而且最近也沒有人來過。大叔猜測牙齒來自食品包裝，因為他家的食品買來就放在櫥櫃裡，牙齒也是在櫥櫃發現的。但隨後節目組發現了蹊蹺，他家日曆上10號這天標注了行程是去看牙醫，那會不會是大媽看牙醫的時候帶回來的，自己卻忘記了？大媽一口否認。 아니에요. 남의 치아를 왜 가져옵니까? 節目組也不確定大媽有沒有健忘症，為了排除這種可能，節目組來到大媽的牙醫診所諮詢，醫生表示來這看牙的兒童很少，所以不認為乳牙來自他們診所。節目組還調取了診所錄像，發現大媽確實沒拿診所任何的東西。那牙齒到底是從哪裡來的？和大媽聊天中得知，這個房子是他們買的2手房，搬進來還不到1年。節目組瞬間醍醐灌頂，那會不會是之前戶主孩子的牙齒？為此，節目組通過房產中介聯繫上了前房主，對方說乳牙就是自己孩子的，當時搬家忘記拿了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又是虛驚一場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他吃冰淇淋要加辣椒醬，一口下去冰火2重天，還說口感很像奧利給。咖啡裡也要加入半瓶辣椒醬，攪拌一下一飲而盡。他說餐廳的辣椒一點都不辣，會隨身帶着一瓶秘製辣椒醬。吃炸醬麵要先來上1勺免費辣椒，再加入自己秘製辣椒。好家伙，直接成了辣椒拌飯。旁邊大哥聞了一下就辣到咳嗽，吃完呢接着喝點水，水裡也要擠入辣椒醬。更奇葩的是，喝感冒藥也要加辣椒醬，還說這樣容易出汗好得快。剩下的一點藥湯裡再加上米飯，這樣更有食慾了。感冒好了就要吃燒烤，喝啤酒那自然少不了辣椒醬，喝這麼一杯頂過去2杯。不僅如此啊，連他7歲的兒子都酷愛辣椒醬，米飯必須拌辣椒才能吃，連黃桃罐頭都要蘸辣椒。剛開始工作人員還以為是番茄醬，嘗了一口，厲害厲害，和他爸爸一樣，他喝水也只喝辣椒水。不僅是辣椒，各種各樣的芥末也是他的最愛，如果不給吃他就會哭。那他們真的健康嗎？經過檢查，醫生發現父親患有嚴重的胃潰瘍，兒子很幸運，暫時沒發現問題，但醫生還是建議少吃，畢竟正在長身體，要多吃有營養的東西。如果吃辣有段位，下面這位大媽也屬於王者級別，她10分鐘就能吃完1盆辣椒，這就是她今天的午飯。為了增加口感，她會用辣椒蘸辣椒醬，嘎嘣脆，好像吃黃瓜一樣。她竟然沒有絲毫反應，這該不會是假的吧？工作人員決定嘗一下，咬下一小口，差點被送走。大媽淡定地看着一切，不一會兒就幹完了1盆。為了測試她能吃多辣，節目組準備了世界各地的辣椒。大媽看得兩眼放光，這麼多辣椒看着就好吃。首先出場的是來自墨西哥的胡椒，大媽說還不錯啦，很甜。接着是煙燻辣椒，吃着像柿餅。第3個是來自泰國的辣椒，吃起來脆脆的像薯片。一旁的工作人員都看樂了，再次嘗試，還是辣到不行。大媽感覺很莫名其妙，根本就不辣嘛。雖然大媽很能吃辣，但也有她吃不了的東西，她不能吃洋蔥和大蒜，一吃就會滿臉通紅，甚至會吐血。為啥會出現這種奇葩現象？醫生提取了辣椒素，對大媽進行感官測試，把沾滿辣椒素的棉籤插入鼻孔，大媽一點反應沒有。醫生認為大媽對辣椒素不敏感，而大蒜之所以辣，是因為含有大蒜素，大媽對大蒜素非常敏感，所以才會覺得辣。即使這樣，我覺得大媽也屬於吃辣的王者級別了。然而下面這位小姐姐表示不服，冰淇淋加辣椒醬，這是她的神仙搭配，她一天就要吃3瓶辣椒醬，櫥櫃裡也擺滿了各種辣椒醬，每頓飯都要加上新鮮的辣椒段，還說辣椒能幫自己釋放壓力。現在她要挑戰當地最辣的炸醬麵，還要求廚師多放1斤辣椒麵。即使這樣，她還是不滿足，在麵上又加了辣椒段，吃得一臉愜意，周圍人都覺得不可思議。節目組給她準備了3種當地最辣的食物，第一個是辣炒年糕，剛吃一口她就笑了，沒什麼感覺嘛。第2個是辣醬咖喱，這個有一點點感覺，很快就幹完了1盤。第3個是魔鬼辣雞腿，仔細品嘗下還是一點反應沒有。她說從來沒有吃到過讓自己感覺辣的東西。聽到這話，節目組放出了大招，端上來一盒死神辣條，是用世界上最辣的龍息辣椒制作的，辣度是普通辣椒的220倍。據說這玩意兒只能中午吃，很多人吃完都坐上了依维柯大金杯。小姐姐也重視了起來，扎上頭髮，準備好牛奶，挑戰開始。她一口吞下去，仔細嚼了嚼，還不錯。剛開始有點甜，後面有一點點辣。即使這樣，她依舊一滴汗都沒出。不過這樣吃辣，屁股受得了嗎？經過檢查，醫生說她患有輕微的食道炎和痔瘡，必須要改變飲食習慣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
他把風油精塗在眼睛上，一天就要用掉1瓶，邊塗還邊笑，說塗完神清氣爽。大叔隨身都帶着2瓶，家裡到處都是風油精，看電視的時候塗，開車的時候塗，半夜也要塗1次。最急的人是他老婆，怕他塗死了，而他自己卻說自己根本離不開風油精。哎，這又是為啥？他也不解釋啊，反而變本加厲，覺得塗眼睛上不過癮了，直接用風油精洗臉，看樣子也不錯，洗完精神抖擻。那他到底為啥要塗風油精？真的是奇怪。周圍人也是看着一臉懵逼，真的不會疼嗎？旁邊的大叔決定試一試，結果直呼辣眼睛。這時啊，他終於說出了塗風油精的原因。原來大叔之前眼睛受了傷，什麼都看不清，偶然用了1次風油精，哎，竟然能看清楚了。從那之後就離不開風油精了。但風油精真的有那麼神奇的功效嗎？醫生猜測，在風油精的刺激下，大叔眼淚分泌旺盛，使得眼睛非常濕潤，這可能是幫他看清楚的原因。但風油精對眼睛有非常大的傷害。經過檢查，大叔的眼角膜確實受到了嚴重損傷，風油精沒能治癒他，反而加重了病情，必須立即停止使用風油精，還給大叔拿了專門治療眼睛的藥物。所以說有病就要對症下藥，不要相信偏方。和他比起來，下面這位尼姑更奇葩，他把洗衣液塗滿全身，每天都要塗好幾次，一天就要用掉3瓶。诵經累了就要往身上塗洗衣液，外面散步的時候要塗一塗，工作時也要塗，總之不允許身上有乾燥的地方。就連洗澡都是用洗衣液，先往盆裡倒入滿1瓶，蹲在盆裡就洗了起來，洗衣液直接成了他的沐浴露，家裡還存了上百箱的洗衣液。然而這僅僅只是1個月的量，他1年內用掉的洗衣液足夠別人洗17年的衣服。更奇葩的是，他洗衣服呢卻從來不用洗衣液，還說用洗衣液洗衣服就是浪費。節目組很擔心他，而他自己卻說這是洗衣液救了他的命。這又是為啥？原來啊，去年他遭遇了入室搶劫，受了嚴重的外傷，雖然恢復了健康，但皮膚依然瘙癢不斷。有天實在痛到無法忍受，莫名其妙塗了一點洗衣液，沒想到皮膚一下就不癢了，還治好了自己的腳氣，從此就一直使用洗衣液了。節目組還是擔心他的健康，帶他來到醫院檢查，醫生說傷口愈合的時候癢一點是正常的，但由於洗衣液的刺激，他的皮膚變得很乾燥，還得了皮炎，必須停止使用洗衣液。他也很聽話，回家就把洗衣液都丟了，用上了正規的護膚品。和他一樣有奇怪癖好的還有下面這位奶奶，她把凡士林塗在眼睛上，每天用1盒，已經這樣做了30年，塗完還要做眼部運動，耳朵後面脖子上也不能掃，再挖上1大勺塗在膝蓋上，說可以治感冒，腳上也不能掃，據說治腳氣一絕。肚子疼呢就涂在肚脐眼裡，手上有傷口也可以用，還說能加快傷口愈合。凡士林在他這裡可以說是包治百病，一天就要塗3次，家裡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凡士林。醫生說雖然凡士林有滋潤皮膚的效果，但是要適量。奶奶呢卻什麼話都聽不進去，因為她認為自己親身體驗過凡士林的神奇效果。奶奶出門可以不帶錢包，但不能不帶凡士林。來到公園就開始鍛鍊，爬上爬下，看起來身體確實很靈活。這還沒完，奶奶還展示了自己的絕活劈叉。要知道奶奶今年已經80了，然而她的迷惑行為還不止這些。晚上睡覺前會拿2個木棍在身上來回敲打，說可以疏通經脈。為了健康，她把大部分時間都拿來鍛鍊身體。那她現在情況如何？醫生檢查過後說奶奶的眼睛出現了角膜發炎，不能再往眼睛上塗凡士林了。凡士林帶給奶奶的只是一種心理安慰，對健康並沒有什麼好處，運動才是她保持健康的最大原因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赏。監控每天都能拍到一個神秘物體，通體白色，還帶2個小翅膀，一閃而過，速度極快。剛開始呢，工廠保安認為是塑料袋之類的東西，但每天都出現就很不正常了。員工在監控附近找了半天，都沒有看到任何塑料袋，詭異的現象不斷出現。工廠另一個監控也拍到了奇怪畫面，有一束強光射在地面上，好像是外星飛碟在盤旋，同時還能聽到狗在大叫。出來呢，卻什麼都沒有看到，光束只能被監控拍到。這件事很快驚動了工廠老闆娘，老闆娘呢是個文化人，她才不信什麼飛碟之類的，讓員工用紙飛機模擬白色物體，在監控前丟出紙飛機，監控顯示紙飛機全身也發着光，和剛開始拍到的物體很像。哎，這就對了嘛，之前的白色物體肯定也是個什麼垃圾之類的。老闆娘又讓員工用強光手電模擬光束，雖然在監控上能看到強光手電形成的光暈，但是和之前穩定的光束完全不同，無論怎樣模擬都達不到之前的光束效果。老闆娘懷疑監控設備出了問題，找來監控售後人員檢查了半天，售後卻說設備一切正常。哎，真的是奇怪。節目組又架起了多個攝像機，也拍到了神秘的光束。沒辦法了，請專家吧。專家左看右看，說這束光看起來和普通的光線不一樣，光束很穩定，不會擴散，這是地球上的光源做不到的。難道真的是外星飛碟？專家左思右想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釋，還真成了未解之謎。同樣遭遇怪異事件的還有下面這座寺廟，寺廟裡的荒廢電梯每晚都會傳來詭異的哭聲，聲音是從這個縫隙裡傳出來的。電梯底下好像住着什麼東西。師太說每次打坐念經的時候，聲音就會立馬停止，這東西好像很害怕念經，關鍵這是佛門淨地，怎麼可能會有那種東西？師太心裡還是有點怕，每晚都會安排人念經到天亮，這東西膽子也是越來越大。有一次師太吹口哨，他竟然還回應了起來。
那會不會是小動物之類的？師太說下面全是水，不可能有動物能存活的。那這電梯下面到底是什麼？節目組決定把相機伸到下面一探究竟，左看右看，除了一灘死水，裡面啥都沒有。接着又把相機伸到水下，還是一无所獲。師太想吹口哨引起這東西的回應，這次未能如願，裡面還是靜悄悄的，實在沒辦法了。節目組決定拆電梯，還把電梯裡面的水都排空了。工作人員壯着膽子爬了下去，環顧四周没有看到任何生物。工作人員不放棄，繼續翻找。突然一只樹蛙跳了出來，難道聲音就是它發出來的？專家再次聽了下錄音，還真是樹蛙的叫聲。之所以聲音和平時蛙叫有差別，是因為它們正處在發情期而已。解決了寺廟的問題，下邊的玩具又出現了新問題。這個玩具頻頻傳來怪聲，只要靜靜的聽，就能聽到滴答滴答的聲音。他有次還看到女兒半夜跟玩具對話，這把他嚇了一跳。女兒卻表示自己很喜歡這個玩具，真的是奇怪，一個实木玩具怎麼可能會叫？有時候主人氣不過，用力敲2下，它又會稍微消停一會兒。不過凡事要講科學，節目組用話筒錄下了這個怪聲音，找到了聲音分析專家，對錄下來的聲波進行了波長分析。專家說聲波間隔不一樣，很明顯是一種有生命的東西，應該是某種生物移動時產生的聲音。真是見了鬼了。主人拿着玩具又找到了一位木工，木工研究了半天，說自己沒有聽過這種聲音，這不像是木頭能發出來的，所以床裡真的有某種生物嗎？主人做了個奇葩的決定，把玩具帶到了醫院，幹嘛呢？上 CT 機。醫師們也是第一次給床做 CT， 看了半天，終於看到了一點點奇怪的地方。這個木頭邊框裡面有個3厘米的東西，經過反覆實驗觀察，醫生確定這就是一只3厘米長的蟲子，而且還發現了蟲子吃木頭的痕跡。看到這個東西，夫妻是想哭又想笑，原來都是他在搞鬼。好了，我是越被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赏。廁所牆上長出了頭髮，縫隙裡還有一點點紅色印記，看着好像是血。主人輕輕拽了一下，就掉了好幾根，嚇得他趕緊停手，生怕拽出來個人頭。而且廁所牆壁很厚，裡面還是中空的，難不成裡面真的有東西？房子呢是他們租的，才住進來2個月而已。房東過來左看右看，說可能是什麼植物的種子發芽了而已啊，沒什麼大驚小怪的，反正我房子沒問題，這牆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。說完直接就走了，但他卻感覺事情並不簡單。節目組剪掉了一段頭髮去找專家，專家看了半天，說這確實是人類的頭髮，那牆上為啥會長頭髮呢？專家猜測有人摔倒後撞碎了牆上瓷磚，頭髮就卡在了縫隙裡。接着還做了個實驗，把假髮綁在錘子上，用力敲打瓷磚，果然真就有很多頭髮卡在了上面。但他卻說自己根本就沒有摔倒過，而且自己頭髮長度也不符合呀。那到底是誰的頭髮？他給出差的老公打電話，老公一聽直接就說是他的頭髮。咋回事呢？等老公出差回家後，果然就对上號了，頭髮長度也吻合。丈夫坦白說出差前喝多了，在廁所跌倒了，當時也沒太在意，第二天直接就出差了，到現在頭上還有個大包，看又是虛驚一場。然而下面這家的廁所裡也發生了一件怪事，他家廁所住了一個看不見的人，只要關上燈就會傳來洗手的聲音，嘩啦嘩啦的，肥皂上出現了奇怪的痕跡，地上也經常一片狼藉，打開燈呢卻什麼都沒有，關鍵廁所都安裝了防盜窗，地漏也是堵死的，不可能有東西能進來啊。這種怪異的現象整整持續了半年，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潰，甚至懷疑是被什麼不好的東西纏住了。節目組在廁所安裝了攝像頭，一夜過後查看錄像，卻看到了讓人頭皮發麻的一幕，馬桶裡竟然鑽出來一只大老鼠啊！來到地面就開始瘋狂破壞，發洩完又鑽進馬桶走了。主人這才恍然大悟，說有一次上廁所就感覺被什麼東西頂了一下啊，現在想想都後怕，嚇得他直接跑到了鄰居家上廁所。關鍵他家在18樓啊，這老鼠是怎麼鑽上來的？這很不科學。專家說老鼠會游泳，馬桶管道只有 S 彎的部位會存水，老鼠完全可以爬上來。專家決定用粘鼠板抓住它，圍着馬桶放了4個，但這老鼠成精了，好像意識到了危險，左聞聞右看看，遲遲沒有來到地面，猶豫了好久，最終繞過粘鼠板跳了下來。畢竟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的老鼠，板子上的美食也不能誘惑它，它竟然推開了粘鼠板，一個風騷走位又溜回了馬桶。工作人員決定用另一種方式阻止它，在樓下的總管道上安裝了防回流輸水閥，這樣只能朝一個方向打開，老鼠就爬不上來了。這下世界安靜了。然而下面這家廁所裡好像也住了什麼東西，他家的廁所會叫，只要靜靜的聽就能聽到咕呱咕呱的聲音。有一次主人就看到一個黑影從洗手盆裡鑽了進去，好像是一個小動物，他們壯着膽子決定把這玩意兒吊出來，用繩子把蟲子綁住，吊在半空等待它上鈎。沒一會兒果然鑽出來一個什麼東西，離近了一看原來是一隻青蛙，它直接一口就把蟲子吞了，但感覺不對勁又吐了出來。奇怪，家裡怎麼會出現青蛙？而且他們家住在9樓，這很不科學。剛開始以為是鄰居家的寵物，但鄰居卻說家裡並沒有養寵物，樓上樓下都問過了，沒有人養青蛙。專家研究了半天，說看着應該是典型的樹蛙，雖然樹蛙會爬牆，但是你這是9樓，樹蛙根本是爬不上來的，洗手台的水管和馬桶管道還不一樣，不可能通過管道爬上來。專家猜測了很多原
因都被否定了啊，一筹莫展，没有任何线索。最後主人说之前从家裡带来过一些生菜，专家恍然大悟，说蔬菜内部一般都会有虫卵或者小昆虫之类的，这只树蛙应该就是这样来到厕所的。接下来展开了营救，锯开水槽，树蛙就跳了出来，小小的一只，随后就呱呱呱的放生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只狗狗趁着老婆怀孕，每天偷偷出门干坏事，主人好奇的给它带上摄像机，谁都想不到拍到的画面简直不忍直视。这天他又丢下老婆，熟练的扒开门溜了出去，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。小白呢显得很疲惫，身上呢也脏兮兮的，主人一直训斥他，小白呢却不为所动，甚至假装闭上了眼睛。主人很是疑惑，他每天出门到底在做什麼，於是決定給他帶上攝像機，主動放他出去。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回來，主人迫不及待的想看一下攝像機到底拍到了什麼。只見他一路翻山越嶺，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吸引着他。下山後來到一戶人家，就看到一隻小母狗熱情的迎了上來，兩隻狗親密的寒暄起來。院子裡的另一隻小母狗也不能冷落，也是一頓甜言蜜語。接着呢又來到第三隻小母狗身邊，看起來這些都是他女朋友。主人這才知道他為啥每天回來都很累，每天愛的供養，這也太瀟灑了吧。小白看到自己的所作所為，也害羞的低下了頭。這還沒完，接着呢他又去見了另外2個女友，每見一個都要溫存一段時間，妥妥的渣男了。5個女友都是白色的，本以為呢他偏愛白色，沒想到還是膚淺了。不同膚色的他也毫不在乎。這隻小黃狗也是他女朋友，小白自己也看不下去了，直接假裝睡着了。妻子小黑很絕望，知道你渣，沒想到這麼渣。但更誇張的還在後面，主人決定帶着小白親自去見見他的女朋友們。據這家主人說，小白每天都會來，並且呢還跟自家的狗生了一窩小狗仔。不僅如此，小白在其他地方的孩子更多，只要他去過的地方都有他的孩子。沒想到啊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小白又看上了一隻小黑狗，說着呢就要去約會，還好被主人及時拉了回來，強行帶回了家。主人決心讓小白做個好老公，禁止他外出，好好和老婆在一起。為了營造氣氛，主人還給他們搭建了婚房，讓他們重新培養感情。小白呢顯得很沮喪，他的快樂沒有了。他家客廳成了墓地，每天早上都會出現上萬隻死掉的蜜蜂，蜜蜂屍體能裝滿3個垃圾桶。然而更多的蜜蜂還在源源不斷的湧進來啊！就算把紗窗打開，蜜蜂也不走，好像屋裡有什麼東西吸引着它。主人也是慘啊，被蜜蜂圍攻，蟄得滿頭大包啊！一到晚上更誇張，整個天花板都會震動，還會傳出一種怪聲啊！沒辦法，晚上只能睡在臥室的帳篷裡。然而鄰居家並沒有出現這種情況，附近呢也沒有養蜂場，那他們是從哪裡來的？為什麼偏偏選擇他家？他家是有什麼東西在吸引蜜蜂嗎？真的奇怪啊！第二天，節目組再次上門，主人說今天死掉的蜜蜂很少。工作人員敲了敲天花板，裡面也沒有發出嗡嗡的聲音，難道是一夜之間都死了？節目組用熱像儀也沒有檢測到任何溫度，決定打開天花板看看到底什麼情況。找來了專業養蜂人，一打開啊，就發現一個碩大的蜂巢，蜜蜂也都活着，還發現客廳出現的蜜蜂都是通過電線孔鑽出來的。原來啊，當蜂巢內部溫度過高時，蜜蜂會扇動翅膀來通風，就會出現嗡嗡的聲音。之所以現在蜜蜂安靜下來，是因為天氣降溫了，它們一年只能生產出1個蜂巢，現在有6個蜂巢，說明它們已經在天花板生活6年了。那沒什麼好說的，直接給蜜蜂搬家，最後還收穫了17公斤的蜂蜜。主人說這就算6年的房租費了。然而下面村莊發生了更離奇的事，每到凌晨1點，整個村子就會傳來龍的叫聲。村長說聲音是從半年前開始的，每到凌晨1點就會準時響起，一直持續到早晨啊！不戴耳塞根本沒法睡覺，很多人受不了都搬走了。有村民認為是之前開山採石動了龍脈，而節目組卻認為是鍋爐的聲音，但村長說自己早就檢查過了，鍋爐一切正常。節目組繼續尋找聲音來源，這時一個類似的聲音傳來，來到屋內才發現是縫紉機的聲音，但聲音非常小。縫紉機表示啊，這個鍋我不背，那難道是管道施工惹的禍？但施工隊表示從來不會在凌晨施工。一時間關於聲音的說法越來越多，聽起來也越來越靈異。又來到了凌晨，節目組全體動員，在村中各個角落尋找聲音來源，還安裝了聲納設備來監控。不一會兒，聲音準時響起，大家都指向了同一個地方，正是鍋爐所在的位置。聲納設備也檢測出聲音就來自村長家的鍋爐，這就很尷尬了。村長還是不肯相信，明明自己檢查過的。鍋爐售後人員排查了半天，終於找到了問題所在。鍋爐上一個電磁閥產生了滑動，導致了這種不尋常的聲音。維修完畢，村民終於可以睡個好覺了。同樣在凌晨出現詭異聲音的，還有下面這個公寓。每到凌晨4點，整個公寓就會傳來敲門聲，有時候是玻璃球掉地上的聲音。
聲音是從5年前開始的，每天持續4個小時，聲音出現時整個房間都有回聲，牆壁都會震動，很多人都無法安心睡覺，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神經衰弱，有人乾脆在外面租房住。物業也調查過原因，關閉了所有能產生噪音的設備，但最終聲音還是沒有停止，現在反而變本加厲，什麼奇怪的聲音都會出現。節目組在公寓不同位置都安裝了攝像頭，又來到凌晨4點，敲門聲再次響起，1小時過後又變成了玻璃球滾動的聲音，聲音竟然高達90分貝。要知道啊，地鐵站聲音也才81分貝。工作人員發現用鐵錘摩擦瓷磚產生的聲音和玻璃球掉落的聲音很像，懷疑是有人故意這樣做的。節目組在其他樓層安裝了更多的攝像頭，想要找到這個人，接下來就是等待聲音的出現。但是1晚過去了，完全沒有出現任何聲音，連續幾天聲音都沒再出現，其實已經沒必要再調查了。很明顯了，惡作劇的人就在公寓裡，至於是誰就不好說了。1個月後，節目組做了個回訪，物業表示自從節目組採訪過後，聲音就沒再出現過，這下都能安心睡覺了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赏，但是要論肺活量，下面這個大爺還沒服過誰。66歲的大爺一口氣就能把車胎吹爆，熱水袋被他當成氣球吹，一口氣爆1個，每天都要吹爆100個，這都不算什麼。現在他要挑戰吹卡車輪胎，另一邊是8個人輪流用氣筒打氣，大爺的輪胎肉眼可見的變大，5分鐘計時結束，大爺吹的輪胎已經很鼓了，另一邊用打氣筒的輪胎卻還是扁扁的。大爺不滿足啊，他要繼續挑戰，讓節目組在輪胎上放了一個架子，上面又站了20個小伙子，他要在負重的情況下把輪胎吹爆。大爺一陣猛吹，上升的感覺嗎？咱們中國的輪胎質量屬實不錯，大爺吹了10分鐘，硬是沒吹爆。等人都下來後，輪胎嘚一下就变大了很多。這天，大爺想要挑戰極限，吹挖掘機輪胎，這玩意兒可比卡車輪胎難吹啊！司機露出了難以置信的表情。只見大爺半蹲馬步，一口接一口往裡吹氣，輪胎很快就有了起色。畢竟是挖掘機輪胎，吹到一半的時候最困難，吹了好幾口也不見起色。周圍人不停地給大爺加油打氣，大爺摘下帽子擦了擦汗，體內的小宇宙正在爆發。接着額頭青筋暴起，一陣猛吹，最終輪胎被大爺吹了起來。那他是怎樣練成這項絕技的？原來30年前，大爺最喜歡的就是釣魚，但是沒船就沒辦法去湖中釣，他決定用輪胎代替船，但是沒有打氣筒，於是嘗試用嘴吹氣。這一吹不要緊，他吹出了新高度，沒一會兒就把輪胎吹得硬邦邦，慢慢就變成了一種愛好。大爺說不會停止挑戰，要再吹他個50年，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就不允許出現打气筒。大爺的嘴屬實厲害，下面大叔的手上也有絕活，大叔一巴掌就能抓到10隻蒼蠅，一天徒手能抓1萬隻，抓過的蒼蠅足足裝了4大袋。菜市場的蒼蠅見了他都嚇尿了，只要他出手絕對不會落空，百發百中，沒有一隻蒼蠅能活着逃出他的手掌心。攤位老闆紛紛拍手叫好，旁邊大叔看了也想試試，不過動作屬實有點滑稽。工作時，一隻蒼蠅落在了桌子上，他慢慢靠近，蒼蠅察覺不對立馬就跑，但是太晚了，大叔一巴掌送走了他。仔細觀察後發現天花板還有一隻，迅速丟出乒乓球，一擊致命。那他為啥痴迷於抓蒼蠅？原來大叔是一家保潔公司老闆，13年前和客戶吃飯談合作，大叔想讓客戶嘗嘗本地特色菜，結果菜裡有一隻蒼蠅，客戶愣住了，你們特色菜是蒼蠅炒雞蛋啊？就你这樣還做保潔呢？客戶當場憤然離去，大叔分分鐘損失幾百萬，對蒼蠅那是恨之入骨。從那以後，他開始訓練自己的反應力，練習抓銀龍抓手，對着樹練習七傷拳，手背都磨出了厚厚的老繭，就這樣練出了100%空手抓蒼蠅的絕技。1年時間內抓到的蒼蠅裝滿了4大袋，還把蒼蠅做成了標本，仔細研究。現在公司還推出了一項免費抓蒼蠅的服務。哦，有蒼蠅啊！只要一個電話，大叔就會帶着員工上門免費抓蒼蠅，即使滅蠅器也沒有大叔徒手抓的多。不得不說，大叔的技能真的很實用啊！好了，我是岳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